這個小孩命運太悲慘了，從小就失去了父母，過上了露宿野外的生活，長期吃不饱肚子，讓他看起来瘦骨嶙峋。小强已经8岁了，然而却比正常的小孩要矮很多。他拥有的一切不過是一個破舊不堪的麻袋，以及身上那件洗得發白、充滿補丁的破衣服，這便是小強全部的家當了。為了不讓肚子挨餓，每天都會沿着漫長的馬路進行尋寶之旅。他仔細搜尋着每一個角落，只為撿起那些被人丟棄的空瓶子，因為這些瓶子是他換取食物的全部希望。小小的身影扛着一個大大的麻袋，在馬路上艱難前行。小強每一步都寫滿了生活的艱辛，誰看了都會忍不住心疼。即便日子苦得像黃連，但小強卻有着堅韌的性格。他也許早已習慣了這樣的生活，每天都邁着輕快的步伐勇敢地生存下去。這一天，自強像往常一樣沿着馬路前行。當他拐過一個彎道時，一陣急促的狗叫聲傳入耳中，於是他循聲望去，發現一隻小狗被困在了排水溝裡，周圍冷冷清清，不見得主人的蹤影。看着小狗無助的模樣，小強心裡一酸，他認為他和小狗都是孤苦伶仃的同伴，於是他小心翼翼地將小狗救了出来。從此一人一狗便結伴同行，他們一路上翻山越嶺，穿過清澈的小溪，最後則是來到了附近的村莊。小強的眼睛就像探照燈一樣，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藏着空瓶子的地方。只要看到空瓶子，他就会立刻跑過去捡起来，因為这些瓶子決定了他晚上能不能吃上一口熱乎飯。走着走着，小強來到一個垃圾桶旁，他滿懷期待地翻開垃圾桶，希望能有更多的瓶子。突然就在這時，他的眼睛亮了起來，原來他發現了一塊被人咬了一口就丟掉的麵包。小強從早上起床後就一直餓着肚子，此刻他也顧不上麵包是否還乾淨，迫不及待地就將麵包塞進了嘴裡。吃着吃着，他突然想起了跟在自己身後的小狗，儘管自己的肚子還沒填飽，但善良的他還是決定把麵包分給小狗一些。翻找完垃圾桶後，小強便帶着一上午的战利品，滿心歡喜地來到了小賣部。附近小賣部的老板是個熱心腸，早就知道小強的艱難處境，每次都會多給他算點錢。也許是剛剛那塊麵包的味道讓小強難以忘懷，他用今天辛苦換來的收入買了2包麵包。對於一個8歲的孩子來說，能做到自食其力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，我們又怎能要求他懂得精打細算呢？回到前幾天住過的橋洞，小強早已餓得不行了，他迫不及待地拆開麵包，開始狼吞虎咽地吃起來。麵包裡夾心的甜味在他的味蕾上散開，似乎讓他暫時忘記了生活中的種種苦澀。吃完飯，小強來到河邊，然後下到河中洗去了滿身的污垢。這2天的奔波早已經讓他疲憊不堪。洗完澡後，他就回到了橋洞，躺在用麻袋鋪成的床上，不一會兒就沉沉地睡去了。希望他在夢中能擁有一個充滿陽光和溫暖的世界。棕櫚心在當地也是個好東西，是一種天然的健康蔬菜，只不過採摘起來比較麻煩，因此價格也比較高。自強今天就打算將這棵棕櫚樹放倒，來獲取難得的嫩心。小小的身影揮舞着大大的柴刀，每一刀下去只能砍進一點點深度，但他不會放棄，這已是他不多的獲取收入方法之一。隨着他堅持不懈的努力下，整棵棕櫚樹終於被放倒。找到滾下山坡的棕櫚嫩茎，礙於自身的力量不足，他只好一點點將包在外層的葉柄砍去，直到露出可食用的部分，這才將其一分為2，一起放入背包中帶走。眼見着天色尚早，自強決定再帶些竹筍回去一起賣。雖然這時候的竹筍已經長得老高，大部分位置已經硬化不能食用，但可以將其剝開，只取筍尖部位，這些依然保留了嫩竹筍原有的鮮嫩脆爽。又忙活了好一陣子，把周圍能收集的竹筍都給薅了一遍，足足裝滿了一整個袋子。正當他想走的時候，又在草叢裡發現了可以食用的野菜。不得不說，山裡的資源就是豐富，只要自強能認得出哪些是可以食用的，相信他一定能過上不愁吃穿的日子。
直到把整個背包塞得嚴嚴實實，再也裝不下。自強這才帶着收穫來到當地村子上，他也不懂怎麼賣，正好碰到一位大哥坐在院子里，那便上前問問這位大哥是否需要。大哥一番詢問後，知道他是想把採摘的蔬菜賣掉，自己也吃不掉那麼多，於是指導他放在院子裡擺地攤，還去取來自家的塑料袋來幫自強擺攤，一起取出袋中貨物。大哥教他將蔬菜分袋裝好，這樣一袋賣多少錢就可以了，可以免去称重和找零的麻煩。而後買了一捆野菜和棕榈心來支持他的生意。大家都知道自强的情況，力所能及的地方能幫就幫了。隨着時間的流逝，街上的人也多了起来，一位大叔和小哥分別买走了一些，好在已經包裝好，不然他都忙不过來。附近的人络绎不絕地上前，沒多少時間，這回採摘的山貨就銷售一空。看到自強已經將貨物賣完，大哥順手送了自強一包泡麵，幫忙一起收掉攤位。有了這筆收入，相信自強的生活也會越來越好。嘗到了甜頭的自強現在已經不再去撿瓶子，畢竟進一次山掙的錢就夠他吃好多天。這回他帶着上次在廢棄屋子裡尋到的魚叉和護目鏡來到了河邊，他打算憑借自己高超的游泳技術插點魚來賣。隨着他的幾個撲棱，魚倒是插到了好幾條，奈何都不是很大，而且找魚的過程也很浪費時間。於是索性他就摸起了螺，這裡的螺也有不少，找起來也比插魚來的輕鬆許多。清澈的溪水中到處都是。有了半袋子收穫後，自強穿戴好衣裳，想到來時的路上有一片野生的蕨草地，新鮮的蕨菜尖也是當地常見的一種野菜，他決定採摘一些回去一起售賣。在這個人跡罕至的地方，成片的蕨草肆意生長，只要將嫩尖一根根折下，沒用多少時間就收集了一大捆。看着滿滿當當的背包，自強在夕陽下踏上了歸途。他來到熟悉的小賣部前，問老闆借了點塑料袋。有了前幾天賣菜的經驗，自強熟練地將螺絲一袋袋裝好，現在就算沒有大人的幫忙，他也能很好地將準備工作做好。附近圍觀的村民見他準備就緒，也紛紛上前來照顧他的生意，畢竟能幫就幫一把。這麼小的孩子獨自在這擺攤，看着就讓人心疼，所以沒用多少時間，野蕨菜就售賣一空。2個大姐買走了他的2袋螺。自強看着手裡的鈔票，心裡也是樂開了花。雖然還有1袋沒有賣出去，他已經在盤算晚上該吃什麼了。等待沒多久，一位在小賣部買東西的小哥順手買走了最後1袋螺，完成了今天的買賣。自強收拾完自己的東西，將塑料布清理乾淨，還給老闆的同時買了1袋泡面作為自己的晚餐。有了這幾天的磨礪，他已經學會了精打細算，省下的錢可以留着購買其他有用的東西。這些道理沒有人教他，這何嘗不是一種成長呢？今天他帶着小狗繼續出發，一路穿過小溪，來到一棵掛滿紅色果實的大樹底下。這種果子長在樹幹上的果實叫做木乃果，味道酸酸甜甜，深受當地人的喜愛。自強矫健地爬上樹幹，摘了一顆嘗了嘗，成熟的果子味道非常不錯，今天就決定採摘它們回去賣吧。沿着樹幹往上爬去，優質的果實掛滿了樹幹，自強開心地摘了起來。得益於他瘦小的身形，使得他在樹杈間閃轉騰挪起來非常方便，手裡捏不下了就放到袋子裡。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木乃果的產量非常的好，即使只摘夠得着的地方，也能讓他滿載而歸。幹累了就包上一些自己吃，這應該是他這幾次以來幹活幹得最惬意的一次了。直到把整個袋子裝滿，自強小心翼翼地背上背包，靈活地從樹幹上下到地面，打着赤腳滿意地離開。路過砍了餅棕櫚葉，待會擺攤可以用得到。沿着鄉間小道回到村子裡，他也不挑什麼位置，就在主幹道旁放下了袋子，因為他知道這個時候太陽已經下山，大家吃過晚飯一般都會出來逛逛。果不其然，沒過一會，一位大哥和小朋友就被紅彤彤的果子吸引。善良的自強送了一顆果子給小女孩，大哥在嘗過之後也決定買走一些，爽快地付了錢給他。附近的村民得知自強又來賣東西後，紛紛出來支持他的生意。2位大姐分別買走一部分，
當然，這種酸酸甜甜的果子更加吸引小朋友的目光，問大人要了錢都過來購買。自強看到比自己小的孩子虽然給的錢不多，但他都會給一大串，小朋友還會呀呀呀的誇他真棒。遇到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，他也會有些害羞。賣完了今天的果子，自強收拾好自己的東西，來到小賣部為自己購買了些明天的食物。自强開心地回到了大橋底下臨時庇護所。小孩子的心思沒有那麼複雜，能吃飽不受欺負，那就是美好的一天。